在中国，权力始终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；在朝鲜，高宗还要受制于他的父亲大院君；而在日本呢，年轻的武士们以天皇名义大胆改革，为日本迎接新时代做好了准备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究竟建立了怎样的一支现代化的军队？他们又是如何任用留学归国人才，把外国最新的知识融入国家的体制的？在培养和使用现代化人才这个关键的问题上，中日两国为何会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？在明治维新前的20年间，日本着手建立了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，这背后有个关键的差别。中国虽然也把青年才俊送往海外留学，却往往不能人尽其才，而日本呢，把那些留学归来、精通公共卫生、科学技术的人才放在了关键的重要岗位上，让外国的最新知识能够真正的融入到国家的体制和运行中去。说到这儿呢，我给大家讲2个日本军人的故事。公元1870年，来自萨摩藩的青年大山岩被派往法国。他刚到法国，正好赶上了普法战争，亲眼观察了现代化战争的模样。回国以后，他对日本陆军发展贡献卓著，一直做到了陆军大臣。更难能可贵的是呢，他不仅提升了军事的训练水平，还引入了人道主义规则，要求军官学习战争法，支持日本加入日内瓦公约，后来还成了日本红十字会的发起人。在大山岩出国的几个月后，长州藩的桂太郎也被派往了法国，但他在途经英格兰的时候呢，得知法国战败，当即决定改去战胜国德国的军事学校学习。这位桂太郎后来2度赴德深造，回国后递交了一份日本军队现代化蓝图，深受明治天皇最高军事顾问山县有朋的赏识。他后来连任4届陆军大臣，还在公元1901年当了首相。那么细心的朋友们可能发现了，大山岩和桂山郎都出身于武士阶层。其实领导日本军事现代化的军官以及指导民政现代化的官僚，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武士家庭。虽然日本武士200多年没打过仗了，但他们精神操练以及对自我牺牲精神的崇尚，都深深影响了明治新军。再加上日本当时的高识字率，使得士兵和军官都能阅读文书，这支军队的素质自然不同一般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把目光转回到中国。在19世纪西方人来到之前的几百年里，中日两国呢都不太需要精通外交的专业官僚。东亚的外交事务主要是监督国家间的礼仪往来，管理贸易口岸的外国船员而已。恭亲王和慈禧太后呢，也确实意识到传统官僚制度处理不了新问题，于是呢，他们在常规体制外设立了一个新机构，可以自行任命官员，不管这些人有没有通过科举考试。这种做法呢，虽然灵活，但也形成了一个有满足儒家士大夫领导的政府结构。其中呢，大多数人既缺乏专业训练，也不屑于向他们认为的蛮夷学习。公元1861年，清朝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原本只是个权宜之计，打算等外交危机过去呢，就撤销了。挑选官员的标准不是外交专长，而是传统的科举成绩。虽然李鸿章等官员们呢积累了些外交经验，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更高职位的满洲官员手里。这儿呢要特别强调一下大清的皇家海关。从公元1863年开始，由英国人罗伯特·赫德担任总税务司，一管就是近半个世纪。赫德呢学过儒家经典，他领导的海关与中英法3国政府合作，处理日益繁多的对外事务。公元1862年，北京成立了同文馆，训练翻译人员。随后呢，上海、广州和福州也办了外国语学校。但是和日本比起来，清廷更相信儒学通才的能力，对学习西方的法律的官员却不委以重任。说到这儿呢，有个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。严复呢，可以说是当时最了解西方制度的中国知识分子。他于公元1877年到1879年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，广泛考察英国社会，探索西方的富强奥秘。但他回国后呢，只能在传政学堂任教，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，他的变法主张才
逐渐得以发表。即便是在那之后，像严复这样的人才依然无法获得对外谈判的高级职位，晚清外交的关键人物始终都是李鸿章。